去你丫的 ！KO。她是比张伟丽下手还狠的山东散打女将。山东姑娘苦练8年侧踹腿法，双腿拥有千斤之力，恐怖至极。连续侧踹腿，踢得外国女将嗷嗷惨叫，痛苦哀嚎，甚至当着所有中国人的面，一脚踹断外国女选手3根肋骨，吓坏众人。此人就是有着山东散打一姐称号的鄂美蝶。鄂美蝶自幼习武，拥有极其深厚的武术基础，后被教练相中安排进行正规化的散打训练。殊不知，正是教练的这一番举动，彻底发掘了鄂美蝶惊人的散打天赋。之后的几年时间，鄂美蝶在散打擂台越战越勇，连战连捷。不管省级散打冠军还是世界散打冠军，她都轻松拿捏，甚至曾代表国家出战，拿到了奥运会散打锦标赛金牌。张伟丽见到她都得尊称一声大师姐，这都足以说明鄂美蝶是中国拳坛最恐怖的女子散打扛把子。本次来华挑战的外国女将就是罗马尼亚踢拳王者科丽娜。此人长相甜美，打法极其强悍。之前有不少外国选手就是因为看她弱不禁风，便原地翻车输掉了比赛，并且科丽娜所参加的8场比赛中有6场全部都是 KO 对手。这也充分证明科丽娜是鄂美蝶今晚最强悍的对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鄂美蝶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红色拳套就是中国选手鄂美蝶，蓝色拳套就是罗马尼亚选手科丽娜。比赛才刚刚开始，双方选手没有做出过多试探，直接开始了内围拼拳。从科丽娜凶猛的出拳就不想通过比分获胜。不过鄂美蝶最擅长的是中远距离散打招式，自然鄂美蝶不停地挪动步伐来摆脱科丽娜的追击。比赛一开始就很激烈，这样很多的散打的摔跟腿法，再加上了膝撞。鄂美蝶是中国的散打冠军，所以他的侧踹腿是他的主要的这个攻击武器连续侧踹。这个科丽娜没有受过这他不知道中国这位鄂美蝶是这个侧踹的高手。这个有点违规，夹紧的有点过近身。自由搏击这个是可以全腿膝都可以使用，但是呢不主张摔。而且是动作夹紧的摔。不允许主动的摔，但是借腿摔可以。在过去那科丽娜和欧队的主动射击相当的辉煌。鄂美蝶因为重心问题不慎滑倒，凶猛的科丽娜还想趁人之危追击鄂美蝶扩大比分。好在公平公正的裁判及时阻止，才让比赛正常进行。在此，小编也不得不佩服科丽娜的抗揍程度，身上无论经受多少次恐怖腿法，依旧安然无恙站在鄂美蝶面前。这也不禁让人怀疑科丽娜上台之前是不是打了什么兴奋剂。对，是中国散打运动特有的这个系统，一般外国人呢很少使用侧踹，所以要做针对性的训练。这个就是科丽娜完全没有做训练，也不知道鄂美蝶会做这个。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怎么接对，如果平时没有训练的话，他完全防不住侧踹。我有跟鄂美蝶讲，还好在他遇到选手都没做功，比较用手可以感到不这样这个对全力没有发挥。对，像刚才膝可以上膝，膝因为这个头部没有压好，让这个南方选手把头移开了。他距离有点远了，这个意识但是鄂美蝶的侧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虽然上回合科丽娜吃到多次的击倒扣分，但是这回合科丽娜依旧保持上回合的猛打猛冲来逼近鄂美蝶内围，丢分严重没有关系，只要在3回合内 KO 中国选手，那比赛中所遭受的毒打一切都很值得。不过很明显，鄂美蝶的拳法要比科丽娜精湛不少，在互相拼拳期间，鄂美蝶完全做到了碾压对手，还能时不时利用侧踹腿还击逼退科丽娜。在上头的同时这个支撑者转一下，力道会更大。好，我们鄂美蝶很善于这个侧闪加旋转，可以让南方选手没办法竞争。鄂美蝶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。他打完就会旋转，转一个角度。实际上拳击选手也有这种做法，要一个推腿和一个旋转的做法，但是在科丽娜的身上并没有看到。鄂美蝶用的大量的一个科丽娜能够在8场比赛中 KO6位选手，那是因为科丽娜是名副其实的重炮手。
只要被他重拳命中不死，也会脱层皮。所以说，科丽娜从比赛开始到现在都特别渴望的逼近那位暴击厄美蝶。头脑清晰的厄美蝶根本不会给他这个机会，灵活躲避对手的进攻，顺势组合拳还以颜色，坚决要让对手品尝一下输比赛的滋味。这个可以应该连续几条，刚才打到一拳以后又接着他下一拳，我们可以接这个失状。做一些变化，那打了一个基辅。眼看克丽娜急忙发起进攻，却忘记了防守。厄美蝶顺势不顾一切的出拳，继续压制对手，扩大自己的比赛点数。克丽娜被打得摇头晃脑，几次差点晕倒在擂台上，但是为了拿下比赛胜利，依旧是咬牙硬撑，坚持着。这种情况对于克丽娜来说特别危险，一不小心极有可能会被 KO 送走。全部加进去。然后呢，打得是。南方选手虽然是拳击冠军了，但是在这个厄美蝶的面前，似乎有点没有招架之力，而且他自己的拳法没有打出来，他的拳只用他的手臂也轻轻挥动，没有把身体的力量做出来。那他用手臂在做挥拳，完全没有作用。这个厄美蝶的这个拳质量差非常多。好，厄美蝶做失重的时候，拳头要用拉一点，才有威力。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到目前为止，双方选手打得有来有回，不可开交。尽管科丽娜因为太过着急而失去很多比赛点数，但是也不能100%保证厄美蝶会拿下比赛胜利。毕竟科丽娜的拳头又快又重，一旦命中，肯定会对厄美蝶造成很严重的威胁。重创了科丽娜，非常好，每一下都伴随着她的叫声跟这个哼一声。膝盖上去了，他的围脖啊，都是，那你就去直接做热身。不是很好，我这帮会，因为他整到这位选手气顶，以前也帮他找了一下，就是什么接近的。看过了，有研究过了，给厄美蝶找了一个视频。对。但是这位选手呢，看起来科丽娜本以为厄美蝶的凶猛打法会导致体力下降严重，结果厄美蝶的总体状态没有受到一丝影响。一旦进入内围，厄美蝶便会打出犀利刁钻的拳法，反之则会利用散打侧踹腿逼退科丽娜前进的步伐。如此攻守完备的打法，使得科丽娜短时间内想不到更好的针对打法。这样踹对了膝盖是很大。所以南方选手不太知道怎么进攻的，不知道接着摔这个东西。可以吸攻。对，好，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。由这个厄美蝶吃下来了。但话讲回来呢，中国的这个散打运动员在吸的出来，对，只要他打不进内围了，他的拳法完全施展不出来，不知道怎么打。他现在一定很生气啊，都不知道怎么接近他，气死了。打不过。好，比赛结束了。应该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厄美蝶通过比分优势赢下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厄美蝶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